今天是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7次会议，也是我们在2026年开春后的首次会议。回顾去年，台湾历经震灾和风灾的挑战，也遭遇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严重灾情。我们除了携手完成重建家园的工作，更要持续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，来增加台湾对于灾防、人道救援等工作的能力。再加上台湾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，包括无人载具等科技的应用，都可以成为台湾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。台湾有能力，也有意愿，透过跟各国加深交流合作，为区域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。就在这个月，我们迎来台湾总统直接民选30周年，这提醒我们台湾的民主相当年轻，以及台湾如何在最艰难的挑战中建立一个举世肯定的民主政体。在1996年，当台湾人民即将完成民主转型的关键1里路，用手中选票直接选出总统，中共却用大规模军演、试射飞弹、武力恫吓。不过，台湾人民没有退却，反而用超过6%的投票率，完成民主转型的重要里程碑。30年来，台湾越来越进步，民主越来越强韧，我们也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关键伙伴。但不变的是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野心不仅从未放弃，只有持续加剧。台湾必须以实力维护和平，与韧性打造实力，来捍卫现状及区域秩序不被破坏。为了强化国防力量，政府已经规划投入1.25兆元，分8年执行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将用于打造台湾之盾，导入人工智慧，提升应变能力，以及发展国防自主产业，不仅守护国家安全，也能够带动产业升级。这笔预算除了获得超过60%跨党派国人的支持，更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。但这项迫在眉睫的工作，需要立法院尽快审议通过国防特别条例，才能够落实。我要重申，有主权才有国家，有实力才有和平。这些任务的达成，需要朝野不分党派才能够实现。政党之间可以竞争，但攸关国安主权与基本身处的国防，应该要携手团结，一致对外。我期许朝野放下成见，携手合作，才能够为社会和人民谋取最大的福利，也才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迈出前进的一步。我也要强调，中共的军事准备是为了实现威权扩张的野心，我们的准备是为了捍卫和平现状与我们的生存永续。政府全力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的，就是要凝聚全民力量，让台湾能以和平为核心价值，以民主为共同信念，以自由为生活方式，展现坚定不移的决心，加速强化社会各方面的准备工程。在今天的会议，我们将请内政部向国人说明，透过国际合作建构区域救灾走廊的工作，并请行政院报告为因应极端地缘政治风险，中央联合应变中心整备架构的规划，以及由国安会对于即将在4月份开始于全国11个县市举办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进行专案报告，让国人了解有准备更安全，即是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目的。最后，我要再次感谢各位顾问、委员以及全体国人对于建构一个更安全、更强韧的台湾的付出。正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，这项工作才能够持续推动并逐步落实，为台湾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。谢谢大家。